最近关于1+8 Pro 的这个红外滤镜传感器算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即便最终一加宣布要在近期进行 OTA 封禁这个功能，但是话题突然也从这颗镜头转向了隐私和女性权益，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那么首先还是得明确这颗摄像头到底能不能透视，结论是能，不然为什么会干掉？要求环境苛刻吗？不太苛刻。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天上都是星星，你看农村看天上星星多到数不清，而在城市里一般情况下却难以看到。说白了，摄影的条件是要主动创造的，既然要拍星空，那就远离城市。同样晚上没有红外线，那么白天就到处都是。最后一个问题，对隐私有影响吗？明确说有。那么为什么会有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 iPhone 有 Face ID，Face ID 包含了3大关键组件：红外摄像头、红外发射器和点阵投影器。Face ID 的本质就是忽略色彩的对人脸进行实时 3D 建模，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通过平面彩色照片骗过 Face ID， 因为夜间没有光线，所以要求不能发出可见光。于是这个时候就用到了红外线进行成像。然后我们再说说红外线，红外线是比可见光波长长的光线，在这个位置。高中会有个公式，波长 lambda 乘以频率 v 等于光速 c， 所以波长越长，频率越低，折射角也小，不容易改变原有的方向。这里就引申出了折射率的问题，这条彩带就是通过知名的牛顿分光实验做到的。以及我们有2种色彩感知方式，一种叫做分光计，就是类似上面3棱镜分光的原理；另外一个叫做色度计，也就是摄像头用到的原理。典型是通过 RGB 3种色彩透镜下传感器的量化值，反推实际的色彩。最后看右下角这张图，可见光在这个范围，可以看到 CCD 对红外光比人眼和 CMOS 传感器更敏感。因为红外会对成像产生干扰，所以一般传感器表面都会有屏蔽红外线的滤镜。10几年前还有对 CCD 和 CMOS 性能的讨论，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的摄像头都是 CMOS 了。这里可以看到人眼对绿色更为敏感，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传感器用的都是拜耳透镜排列，也叫做 RGB 排列。左上的相机就是知名的 Sony F707 相机，这台机器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开关移除红外线屏蔽滤镜，借助外面的2颗红外照射灯，可以实现类似夜视的效果。实际操作中，有的人为了让这个相机能够拍到透视的效果，就为它加上了一个可见光阻止，或者说红外通过滤镜。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图里，差不多780纳米以下的可见光波段基本上都被屏蔽了，这样一来就能够忽略可见光的影响。然后再看一下几个测试场景，先是可见光镜头，然后是红外滤镜镜头，最后加上可见光阻挡滤镜。先看可见光场景，然后是红外滤镜镜头，最后加上滤镜。关掉煤气灶后就一片漆黑了。就微博1格这张图片来说，由于商场内没有太多红外线，外加没有可见光滤镜，透视效果就不太明显。但是实际上仔细看还是能够发现，由于可见光影响较弱，所以这个传感器能够拍出更多层次。很多人认为要求有红外线是一个很苛刻的条件，但是实际上红外灯很隐蔽也很普遍，就比如在 iPhone 上就有那么一个。最后还是说一下我在知乎上做的结论，这个红外滤镜摄像头能够在阳光下更容易区分非棉面料和身体的轮廓，同时也能够拍出多层衣料之间的轮廓。使用了增强滤镜之后，对于单层的尼龙面料存在近似透视的效果，对于拍摄着多层衣服的人能够拍出更明显的身体轮廓。总而言之，这颗镜头被禁用掉真的不冤。最后我希望 B 站的小伙伴能够素质那啥支持一下， YouTube 的小伙伴也不要忘了点喜欢，点下关注键之后再按一下小铃铛开启通知。我们下次见，拜拜。